从离珠洞天那个挣扎求生的泥平巷少年，到后来纵横多州、搅动天下风云的顶尖人物，他的成长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坚韧与聪慧，更离不开身上背负的4大特殊身份。这4大身份看似独立，实则相互交织，每一个都蕴含着撼动天地的力量，足以让一州之地为之震颤。无论是儒家文脉的传承者，还是一方势力的掌舵人，亦或是剑气长城的守护者，乃至远古神性的延续，每一重身份都为陈平安的人生增添了厚重的分量，也让他成为了剑来世界中最不可忽视的存在之一。文圣关门弟子，儒家文脉的薪火传承，浩然天下的太爷。在剑来的儒家体系中，文庙圣人的地位举足轻重，他们不仅是文脉的象征，更是浩然天下秩序的守护者。文圣作为文庙第4位圣人，其巅峰时期的风采足以令天地失色。彼时的他文韵璀璨如烈日当空，所到之处皆受众生敬仰。文圣一脉的学问向来以实用通透著称，其所著书籍说理深入浅出，脉络清晰分明，即便只是粗通文字的乡野村夫，稍解文艺的凡俗学子，都能从书中领悟到深刻的道理。这种兼容并包、普惠众生的学问特质，让文圣一脉赢得了三教龙下、诸子大成的至高美誉。在当时的浩然天下，文圣的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，门下弟子更是遍布四海，文脉传承盛极一时。只可惜盛极而衰的定律终究未能避免。后来，文圣与亚圣围绕人性善恶这一核心命题，展开了一场震动整个浩然天下的3四之争。这场论战不仅是学术理念的碰撞，更是2种价值观的激烈对抗，其影响之深远，远超世人想象。最终，文圣在论战中落败，秉持着愿赌服输的君子之风，他选择自囚于功德林中，从此闭门不出，不再向外界传授自己的学问。经此一役，昔日如日中天的文圣一脉彻底走向落寞，门庭冷落鞍马稀，曾经的弟子或改投他门，或隐于山野，世间仅剩寥寥数人依旧坚守着文圣一脉的学问初心，文圣文脉几乎濒临断绝。然而，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文圣一脉虽人丁稀少，却个个都是精才绝艳之辈，每一位嫡传弟子都在浩然天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大师兄崔禅堪称世间少有的博学通才，心思缜密如蛛网，谋略深远似江海，不仅在学问上造诣极高，更擅长布局谋划，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掌控全局的力量，是文圣一脉中最擅长变通与进取的存在。小师弟齐敬春天赋异禀，学问最为纯正深厚，深受文圣器重。他主动放弃飞升上界的机缘，选择镇守离珠洞天，以自身性命为代价，化解了一场惊天浩劫，用生命诠释了儒家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。二师兄左右性格孤傲，剑术天赋卓绝，属于大器晚成的典范。如今已是浩然天下剑术最高的几人之一，一柄长剑横空，可斩山岳，可断江河，剑出之时，连天地都要为之变色。三师兄刘十六性格内敛，向来不显山露水，却有着深不可测的实力，不仅是14境巅峰大修，更是战力恐怖的纯粹武夫，一拳打出便可引动天地精气，其战力在浩然天下的武夫群体中都名列前茅。文圣这4位嫡传弟子在浩然天下各自领域都是最顶尖的存在，他们的实力与影响力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。即便文圣一脉香火没落，但仅凭这几位嫡传弟子的加持，陈平安未来的修行之路便已注定不会平凡。更何况陈平安的入门方式极为特殊，他是由文圣最看重的小师弟齐敬春亲自带师收徒，成为了文圣名副其实的关门弟子。这份特殊的传承关系，让陈平安自入门之日起就成为了文圣最疼爱和看重之人，也让他自然而然地承接了文圣一脉的文脉正统。齐敬春以身殉道的壮举，始终烙印在3位师兄的心中。为了不让齐敬春力抗天劫、生死道消的悲壮场面在陈平安身上重演，崔禅、左右、刘十六3位师兄选择接连为陈平安护道。大师兄崔禅为他铺路搭桥，谋划未来；二师兄左右为他斩除强敌，保驾护航；三师兄刘十六虽不常现身，却在关键时刻总能为他提供最坚实的支撑。在3位师兄的倾力守护下，陈平安得以在充满荆棘的修行之路上稳步前行，避开了无数致命的陷阱与危机。直至浩然天下与蛮荒天下的大战爆发，这场席卷多州的旷世之战成为了文圣一脉重新崛起的契机。在大战中，文圣一脉的弟子们挺身而出，崔禅运筹帷幄，左右浴血奋战，刘十六镇守一方，陈平安更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。文圣一脉全体上下为浩然天下的安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。凭借这份赫赫战功，文圣成功恢复了自己在文庙中的崇高地位，文圣一脉也再度成为浩然天下瞩目的焦点。未来，随着文圣一脉的影响力不断升华，作为文圣关门弟子，承接了文脉正统的陈平安，也将会成为浩然天下当之无愧的太子爷，其身份地位与话语权，足以让任何一州的势力都为之敬。2. 落魄山山主，从异于洞天到超级势力，震慑一州的战力集群。落魄山，这座位于离珠洞天的普通山脉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暗藏玄机。
它不仅是离珠洞天内的一处地理标志，更是远古天庭共主的落魄之地，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远古秘辛。离珠洞天作为剑来世界中最特殊的洞天之一，汇聚了天地间的灵气与气运，孕育出了无数奇人异事。而落魄山便是这片洞天中最具灵性的地方之一。离珠洞天破碎之际，天地动荡，灵气紊乱，无数机缘与危机并存。正是在这个混乱的时期，陈平安在一头通人性的白猿指引下，阴差阳错地用自己辛苦积攒的金铜钱，将这座蕴含着远古气运的落魄山买下。彼时的陈平安还只是一个刚刚踏入修行之路的少年，或许他自己都未曾想到，这座被他买下的小小山脉，未来会成为搅动天下风云的超级势力的根基。随着陈平安的修行之路不断推进，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知己好友与得力干将。从最初的泥平巷伙伴，到后来的修行同道，他将这些人一一带回落魄山，慢慢在山上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山门。落魄山的山门建立之初，规模并不大，也未曾引起外界的过多关注，甚至在很多势力眼中，这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头。但陈平安却始终用心经营，他以讲道理、守规矩为山门宗旨，吸引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前来投奔。尽管落魄山一直保持着低调内敛的姿态，未曾刻意显山露水，但在陈平安的精心打理与各位核心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此地已在不知不觉间发展成为一方令人敬畏的超级势力。要知道，修行之路向来艰难，上武境修士与纯粹武夫更是凤毛麟角。而日后的落魄山上，顶尖的上武境修士和武夫就有40余人之多，其中达到飞升境及以上的顶尖强者更是有整整10位。飞升境在浩然天下已是最顶尖的战力之一，每一位飞升境强者都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足以支撑起一方势力的根基。而落魄山却拥有10位之多这样的战力配置，即便在整个浩然天下都极为罕见。除了这些顶尖战力之外，落魄山还有着庞大的中下层战力储备，诸多下武境修士与武夫构成了落魄山的坚实基础。这些修士与武夫虽然境界不及上武境，但胜在数量众多，且个个忠心耿耿，训练有素，能够在关键时刻形成强大的合力。无论是守护山门，还是外出执行任务，这些中下层战力都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落魄山的战力虽强，却还不足以称之为浩然天下的最强势力。毕竟浩然天下还有诸多传承久远的古老宗门与顶尖世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落魄山的综合战力绝对足以震慑一州之地。试想一下，当40余位上武境强者与10位飞升境大能同时现身，再加上无数训练有素的中下层战力，这样的阵容足以让任何一州的势力都为之胆寒。即便面对一州之主，落魄山也拥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实力。而陈平安作为落魄山的山主，更是这股恐怖势力的核心与灵魂。他的号令足以让整个落魄山为之赴汤蹈火，这份势力带来的威慑力，让陈平安的身份地位再添一重厚重的保障。3. 末代隐官，剑气长城的最后守护者，以身为钉的悲壮传奇。剑气长城横亘在浩然天下与蛮荒天下之间，是抵御蛮荒妖族入侵的第一道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。这座长城不仅是由无数巨石与剑气构筑而成的物理防线，更是一代代剑修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。在剑气长城上有着诸多古老的官职，其中隐官一职最为特殊，也最为神秘。这是一个不见于任何典籍记载的远古官职，却在剑气长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是剑气长城秩序的核心维护者。隐官的权柄究竟有多恐怖？简单来说，隐官不仅能够调动长城内所有剑修的力量，无论是普通剑修还是顶尖大剑仙，都必须听从隐官的调动。同时，隐官还拥有监督所有剑修的权利，能够洞察每一位剑修的言行举止，防止出现任何危害剑气长城安危的行为。更重要的是，隐官掌握着剑气长城的刑罚大权，对于犯错的剑官，隐官可以直接动用刑罚进行处置，轻则废除修为，重则当场斩杀。可以说，在剑气长城上，所有剑修的生死荣辱都系于隐官一身，隐官的一句话便能决定一位剑修的命运，这样的权柄足以让任何人心生敬畏。自古以来，隐官一职向来由剑气长城内部的剑修世代承袭，这是剑气长城的传统，也是为了保证隐官能够绝对忠于长城。然而，这一传统却在前任隐官萧训身上被打破。萧训这位曾经的剑气长城守护者，最终选择背叛长城，投靠蛮荒天下。他的叛变给剑气长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不仅让长城损失了一位顶尖战力，更动摇了长城内部的军心。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，剑气长城的老大剑仙陈清都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决定打破传统，让陈平安临危受命，成为新任隐官。此时的陈平安，无论是身份还是境界，都显得格格不入。他并非剑气长城本土的剑修，而是来自浩然天下的外乡人，这让他成为了剑气长城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乡人隐官。同时，彼时的陈平安修为境界尚未达到顶尖，与历代隐官相比，他是史上最年轻、修为境界最低的隐官。
消息传出，剑气长城内部一片哗然，不少剑修对此表示质疑，认为让一个外乡少年担任隐官难以服众，更难以承担起守护长城的重任。即便面临着无数的质疑与压力，陈平安也没有退缩。在浩然天下与蛮荒天下大战的关键时期，他临危受命，迅速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与组织能力。他以整个隐官一脉的避暑行宫为官署，将隐官一脉的力量重新整合，迅速组织起一支高效精锐的团队。在战场上，陈平安运筹帷幄，精准调度战场剑修的行动，根据不同的战局制定出最合理的作战方案。他不仅善于利用每一位剑修的优势，更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的决策，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。在陈平安的过人指挥下，剑气长城的防线得以稳固，原本岌岌可危的战事被成功拖延了3年之久。这3年时间对于浩然天下而言至关重要，为浩然天下的备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同时，在陈平安的带领下，隐官一脉还成功保护了剑气长城中2万多人的性命。这些人中既有剑修，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。陈平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越来越多剑修的认可与尊重。然而，蛮荒天下的力量终究太过强大，即便陈平安拼尽全力，剑气长城最终还是被蛮荒天下攻破。城破之际，无数剑修选择战死沙场，以身殉道。而陈平安这位末代隐官并未选择退回安全的浩然天下，而是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。他选择和到剑气长城，以自身为钉，死死钉在剑气长城的废墟之上，阻拦蛮荒天下大军的前进脚步与退路。这一决定意味着陈平安将承受无尽的痛苦与压力，随时都有可能生死道消，但他却义无反顾。陈平安的悲壮事迹很快传遍了整个浩然天下，无数人都为这位末代隐官的忠诚与勇敢所动容，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钦佩与敬仰。在世人眼中，陈平安不再是那个来自浩然天下的外乡少年，而是剑气长城最伟大的守护者之一。末代隐官这一身份虽然带着一丝悲壮与落寞，却也让陈平安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剑气长城的历史丰碑上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象征。这份精神层面的威慑远超任何强大的修为。4. 天庭共主转世，远古神性的延续，天地棋局的核心棋手。在渐来的远古神话体系中，天庭共主是一个如同传说般的存在。他是世间所诞生的第一位智慧生灵，比任何神灵修士都要古老，同时也是世间唯一一位传说中的15境大修。15境是无数修士穷尽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境界，达到这一境界便意味着掌控了天地间的至高法则，拥有了在本源上改变大道运转的能力，堪称无所不能的存在。而天庭共主便是这样一位站在天地之巅的人物。天庭共主掌握着整个世界运转的核心，那个一是天地间最本源的力量，是万物诞生与运转的基础，掌控了那个一，便相当于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脉。凭借着那个一的力量，天庭共主可以随意改写天地规则，重塑山川河流，创造生命，毁灭神灵，其力量之强大，足以让整个天地都为之臣服。远古时期，天庭共主统领着诸天神灵，建立了辉煌的天庭，统治着整个世界，是当之无愧的天地主宰。然而万年前，天庭共主却做出了一个颠覆世界格局的决定。他发现诸天神灵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却缺乏人性的温暖与共情，往往会肆意践踏凡俗众生的生命。为了让神灵都拥有人性，学会尊重生命，天庭共主精心策划了一场人族的登天之战。这场战争打破了神灵对天地的垄断，让人族得以崛起，也让神道体系从此彻底崩塌，诸天神灵或陨落，或隐退，曾经辉煌的天庭不复存在。而在登天之战结束后，天庭共主选择了冰解自身，将自己的修为与神性彻底散去，并把手中掌控世界核心的那个一也分散开来，任由离珠洞天中的众人争抢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那个一重新融入天地间，孕育出新的可能，也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他的意志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在离珠洞天中汇聚了无数顶尖的天才与强者，他们都渴望得到那个一的力量，成为新的天地主宰。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最终得到那个一传承的，竟然是那个看似最普通、最不可能的陈平安。彼时的陈平安只是一个在泥瓶巷挣扎求生的少年，没有强大的背景，没有过人的天赋，甚至连温饱都难以解决，谁也不会将他与远古传说中的天庭共主联系在一起。但事实上，陈平安正是天庭共主的转世之身。陈平安身上有着诸多与天庭共主相似的特质，他不仅拥有和天庭共主一样温柔而深邃的眼神，在很小的时候便已展现出了相当可怕的神性。只不过这份神性最初被深深隐藏在他的体内，并未显现出来。直至陈平安的父母双双离世，他沦为孤儿，因受不了饥饿的折磨，被迫去偷别人家的蔬菜。正是这一次看似不光彩的行为，让陈平安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温暖，也让他慢慢拥有了人性，将体内的神性压制在了深处。后来离珠洞天破碎，散落在洞天各处的那个一神性碎片开始四处飘散。
陈平安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谋划，在无数强者的争夺中步步为营，将散布在众人手中的神性碎片大小通吃，一点点补全自己体内的神性，从而成为了天庭共主的半个一。虽然还未完全恢复天庭共主的巅峰实力，但陈平安已经开始逐渐掌控那个一的部分力量，修为也随之突飞猛进。然而，命运的棋局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陈平安稳步补全神性，朝着完整的天庭共主靠拢之时，周密出现。周密这位同样天赋异禀、野心勃勃的人物，凭借着自己深不可测的道法实力迅速崛起，竖起神道旗帜，重新开启了天庭，成为了天庭共主的继承者。周密的出现打破了陈平安的计划，也让两人之间的宿命对决变得不可避免。未来，陈平安与周密将会成为天地间最核心的两位棋手，他们将围绕着那个一的掌控权、天地规则的改写权以及世界的未来走向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。这场对峙不仅仅是修为与力量的比拼，更是心性与意志的拔河，是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。最终，这场对决只会剩下一位天庭共主的存在，而这位胜利者将掌控整个世界的未来。天庭共主转世这一身份，让陈平安从一个普通的少年一跃成为了天地棋局的核心棋手。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将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，这份身份所带来的威慑，足以让任何势力都不敢小觑。纵观陈平安的四大身份，文圣关门弟子赋予了他儒家文脉的正统传承与强大的人脉支撑；落魄山山主让他拥有了足以震慑一州的恐怖战力集群；末代隐官让他成为了无数人敬仰的精神象征；天庭共主转世则让他跻身天地棋局的核心，拥有了改变世界的潜力。这四大身份相互成就，相互加持，共同塑造了陈平安这位独一无二的传奇人物。在渐来的世界中，无论是哪一重身份，都足以让陈平安在一州之地立足。而当这四大身份叠加在一起，便让他成为了足以搅动天下风云、影响天地格局的顶尖存在，其恐怖之处不言而喻。